10月9日，中国 A 股市场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股灾。这场暴跌不仅让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更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本质。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背后的惊天秘密。首先，来看看这次股灾有多惨烈。三大股指全线暴跌，沪指重挫 6.62%， 收报 3258.86 点；深证成指大跌 8.15%， 收报 10,557.81 点；创业板指更是暴跌 10.59%， 收报 2280.10 点。这简直是近年来 A 股最黑暗的一天，让许多投资者猝不及防。数据显示，当天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近100只个股跌停。主力资金像是闻到了腐肉的秃鹫，疯狂出逃。而可怜的散户们却还在傻傻地往里冲。本来想着收割一波中产和外资，结果一群丐帮拿着从钱庄借的钱去了赌场，赌场老板、钱庄老板都看傻了。但是各位朋友们，这只是冰山一角。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学者王明远在财新网发表的文章，他可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 A 股的残酷真相。据上海证交所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在4638万个持股账户中 99.73% 都是个人投资者，其中近 90% 是资本不超过100万元的小散户。这些散户就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被大鳄们随意宰割。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占绝大多数的散户却只能分得极少数的收益。2017年的数据显示，个人投资者贡献了 82.01% 的交易额，但仅获得不到 9% 的利润。相比之下，机构投资者交易额不到 18%， 却获得 91% 以上的利润。这种严重的不对等，简直让人怀疑 A 股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割韭菜机器。王明远的文章还揭示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即使在牛市中，中小散户也很难真正获利。以2014年底至2015年6月的牛市为例，仅占 0.5% 的顶级散户及机构法人就赚走了占总数 97.5% 的中小散户的钱。这种财富转移的现象简直让人不寒而栗。有海外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中国官方坐庄的一个大赌场，输钱的永远是老百姓，因为这个赌场设立的目的本来就是割韭菜。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但不得不说，确实道出了许多投资者的心声。那么，这次股灾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困境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给出了一些线索。报道指出，在11长假前，中国投资人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情绪中，但10月8日，国家发改委的记者会却让市场对官方加码财政刺激的希望落空，引发了人们对官方能否推出更多政策以提振疲软经济的质疑。这种情绪的急剧转变也反映了中国股市的脆弱性。报道提到，近年来陆股曾有多次由刺激政策带动的大涨行情，最后都惨淡收场。这种反复无常的走势让投资者疲于应对，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更是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他警告投资者，在悲观情况下，股市在亢奋情绪后可能出现暴跌，类似于2015年大涨后的暴跌。即使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中国未来几周推出的刺激政策，对实体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来说，可能也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陆挺还透露，过去一周，外资对中国资产的兴趣突然激增，有一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反应非常热烈。这种情绪变化背后，是中国政府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这种热情能否持续，还要看政策的实际效果。陆挺估算，要解决当前的保交楼危机，大约需要3兆人民币的财政注入。这个数字之大，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中国政府真的有这个财力吗？就算有，这笔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呢？以中国房企巨头碧桂园为例，其2023年的数据简直令人心惊胆战，已建成但未售出的房子约 3.6 万户，在建但未售出的房子约35万户。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已售出但尚未建成的房子高达73万户。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啊！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对中国最新的金融刺激措施表示谨慎。他认为，虽然这些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但对于如何有效应对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衰退的问题，目前相关的财政计划仍然缺乏明确的细节。罗奇警告说，在最坏的情况下，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的春燕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这趟资本市场的回春之旅，最终恐将被证实只是一场虚假的黎明。这种担忧，不得不说，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困境早有迹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出现明显下滑，一些主要城市的消费也在急剧冷却。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以及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强力调控。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国政府似乎也慌了神。10月9日股市暴跌后，国新办紧急发布公告，宣布财政部长将在周六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这一举动被解读为政府试图安抚市场情绪的努力。但是，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种贴膏药式的做法真的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市场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次财政部发布会的结果可能对恢复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外界期待中国推出2万亿至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计划，以对抗经济放缓压力。然而，这种期待能否兑现，还有待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股市火爆之际，多地农商行发布业务提示，警告信贷资金不得违规流入股市、楼市。这反映出政府对资金流向的担忧，也暴露出当前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目前，部分银行的消费贷最低年化利率已降至 3% 以下，比通过券商进行融资的成本更低。这导致一些投资者萌生挪用贷款资金炒股的念头，这种行为无疑会增加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政策似乎正在从过去主张的强本固元为主，诉求让经济结构慢慢调整的中医疗法，转向直捣黄龙的西医疗法。然而，这种政策转向能否奏效，仍然存疑。正如一位台商所言，当然，长期效益仍待观察，但短期对市场一定是利多。这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或许代表了不少投资者的心声。中国股市的这次大跌，也引发了人们对监管和改革的呼声。有评论尖锐地指出，中国股市如果不做好大刀阔斧的监管和改革，就永远是赌场，每个散户都是赌徒，跟网贷玩手机麻将的老哥没区别。这种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道出了许多投资者的心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股市的剧烈波动对整个社会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有观点认为，股市如果不能做到稳定收益和价值投资，每隔几年来一次暴涨和暴跌，对全社会经济基本面是个巨大的危害。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毕竟股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股市持续动荡，那么整个经济的稳定性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和股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兆就是计划能否奏效，政府的政策转向能否扭转局面，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
仅仅依靠短期刺激措施，恐怕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投资者们需要保持清醒，审慎评估风险。记录垃圾事件后，所有的好事永远轮不到你，切记切记。最后，让我们用一个网友的调侃来结束今天的分析。你进了风月场所，一个姓潘的老板娘先介绍女服务员，然后一个姓郑的干杂役的男人再给你放一段两个人的动作片，最后一位姓蓝的丫鬟再喂你吃一片蓝色的提神片剂。你问，差不多了，女服务员呢？答曰，女服务员有事儿，下礼拜能不能来都不知道。要不你先开个房，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再说。这个比喻虽然有些粗俗，但不得不说，形象地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尴尬处境。各位观众朋友们，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局面，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是继续相信政府的救市措施，还是及时止损退出市场？这个问题恐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代，保持清醒、谨慎行事，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谨记的忠告。好了，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分享。咱们下期再见。